大家好，我是议员。已经到了年尾时间，也是大家最期待的年终了。每一年每个公司都会办年终晚会，包括莉莉丝也是有举办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他们年终晚会又给了什么奖品。既然是游戏公司送的奖品，当然是一些电子产品啊，那包括有电脑啊，有手机，然后有 Steam Deck 都有外星人的荧幕啊。不过大多数的奖品呢都是苹果的产品啊，有包括 iPad、iPhone、iPod、Apple Watch 还有 Dyson 一大堆其他的电子产品。但是游戏主机就给的很少，除了刚刚提到的 Steam Deck 之外，还有包括 Xbox， 最后的实习奖才有 Switch， 不过它这个是迷你版的。重点是数量给的很多，它的特等奖就给5个了。你拿到了这个奖，就等于说你拿到了苹果的全家桶了，有包括电脑、手机、手表、平板电脑还有耳机。虽然它这里赠送的并不是最高配置，不过也是蛮接近最高配置了。不过以我个人来说，我比较想要拿1等奖的奖品啊，但这里是有给10份，它是整个游戏主机的全家桶了。如果你是怕拿到游戏主机家里没有荧幕的话怎么办？不用担心，他还送了一个外星人34寸的荧幕给你。游戏主机有包括 Steam Deck、Switch 还有 PS5 这3个最重要的。34寸对于电脑来说是比较大的荧幕了，如果你是当作是电视来看的话，其实是不够的，有一点小。还有它这个 Steam Deck 呢，只有 512G， 其实有一点不够用尤其是你下载了几个 3A 大作，严格来讲可能2-3个就满了，不能再去下载其他的游戏，至少要给1个 TB 吧。2等奖是拿到苹果的电脑，3等奖 iPad Pro， 第4和第5都是拿到手机，然后数量也是逐渐离谱，变成70分跟80分。还有其他的奖品，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还有实习生也是有包括，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实习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中奖率100%。但是他这里列出几个奖品呢，是拿其中一个，并不是全部都拿。那么比较起去年呢，严格来讲今年的奖品其实是多了。最明显的对比就是特等奖，那各位可以看到2022年的时候他只是给出一个电脑而已，没有包括其他东西，但是今年是全家桶，并且去年2022年他们只是送出3份，今年是送出了5份，并且从1等奖到4等奖呢，全部数量都有增加。所以你们以为莉莉丝要倒闭了？想都不用想啊，人家有钱的很，人家在赚钱发大财，你们也不知道。虽然我们每天都在讲，哎呀，万国觉醒要没了，然后很多玩家弃坑，很多玩家不氪金了，但是你们又怎么知道？根据报告调查，万国觉醒依然还是莉莉丝最赚钱的游戏这里报告所显示是3个月的收入，3个月万国觉醒的营收就已经有1000万美金了。它这个数据只是算国际服而已，还没有算上国服的。而且我看这个网站它计算的方式呢，都是根据游戏商店，也就是 App Store 或者是 Play Store。所以就像我之前所讲的，最近游戏又出现了流光彩券，所以收入并不是完全记录在 Play Store 或者是 App Store， 也就等于说现在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是比这里的数据还要更多的。所以你们讲要等到万国觉醒官服倒闭没有人玩，你看一下人家的收入你讲人家倒闭，并且根据最近的更新来看，反而是万国觉醒重新赚钱的时候。而且万国觉醒今年是推出了2个机会来赚钱的。第一个赚钱的机会就是从去年年尾正式确定的军器系统，出了军器之后年初就开始赚钱。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看到军器出现的时候，哇，这么多的不确定性，而且它开出来的箱子很多都是垃圾，从而选择不去购买军器盒子。但是我坦白说，真正的大佬他们依然还是会去买箱子的。在之前我也是有说过，其实大多数的收入并不是来自平民无氪玩家，而是来自于这些大佬。那你们有看过之前我做过好几场直播，都是帮大佬开箱啊、开军器之类的。我还有看到不少的主播也是有做类似的直播。虽然军器的出现已经影响到不少的玩家选择弃坑了，但是那些会氪金的依然还是会氪金。那肯定的，出现这个系统之后影响这么大，这么多玩家选择弃坑了，官方肯定不能再接二连三的出现新的东西，所以就等到最近才出现了新的装备无觉醒系统。但是装备比军器还要更稳定，至少装备你是可以看到当你无觉醒之后会有什么提升，你花的材料跟装备图纸是肯定可以看到效果的。大佬是肯定会买礼包的，还有包括一些低消费的玩家也是会买。还有各位不要忘记了，万国觉醒这个游戏，如果你要从一开始玩到后面的话，你必须要充值大量的钱，必须要提升到T5，升级城堡，升级你的研究所之类等等。
尽管不是每一个玩家都会丢钱下去，但是有少部分玩家依然还是会氪金，这方面还是有赚钱的。还有包括水晶科技，尤其是先锋王国都会买水晶。再加上今年一直不断的推出新的活动，像这一次的活动，大多数的玩家都会去购买礼包，并且他们是提前安排好明年的营收了。那你们有看到公告，应该也知道明年会推出新的阵型。那么也是一样，虽然不会赚到一些无氪玩家的钱，但是那些车头大佬、住房车头还是要氪金的。还有军器洗练功能将会升级，那升级到什么程度，需不需要花钱呢？这个也不知道。所以之前我才说短时间内不会看到万国觉醒官服的，而且这个收入还没有包括这个月开始出现5觉醒系统，又开始氪金，新的统帅出现，圣诞节的活动出现，这个月的营收也不会差。现在万国觉醒主要赚钱的来源就是军器装备还有水晶科技，这3个部分也是每一个大佬都会丢钱下去的。并且除了万国觉醒之外，其实莉莉丝还有开发其他的游戏，虽然其他的游戏营收并没有像万国觉醒这么夸张，但是其他游戏还是有收入的。比方说战火与勋章在3个月就收入了300万美金，剑与远征在3个月收入100万美金。那各位看到这个列表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万龙觉醒呢？各位你们不要忘记了，莉莉丝它还有第2个海外公司发赖，其实也是莉莉丝的，但是因为他们要走国际市场，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国际公司。他们另外开发的几款游戏也是有赚钱的，虽然营收还是没有像万国觉醒这么夸张。万龙觉醒的收入是万国觉醒的1/5，如果没有算上韩服的话，韩服是最近开服的，所以你们才会看到有2个万龙觉醒。我之前有说过万龙觉醒快要没了，但是有看到一些观众反驳我说是因为那个外国主播输了，所以他才说这个游戏要凉了。但这个东西呢，也不是我随口说的，是有报告看的。其实都有报道说他们的收入是已经下滑了60%，这个真的不是我胡编乱造的。一开始营收会比较高呢，都是一些玩家进去玩，然后试一下水，丢一些钱下去看效果怎么样，觉得不好玩之后才会弃坑不想玩了。不过既然韩国那边已经开服了，有可能韩国会带动市场，让这个游戏又回血了。因为在亚洲地区除了中国之外，韩国跟日本氪金量是最多的，而且国服那边还没有开如果国服开了之后有可能会回血呢。那看了今天的报告之后，也知道万国觉醒还是一个很赚钱的 IP， 官方那边大多数的收入还是来自于万国觉醒，所以你们才会发现到为什么近期万国觉醒一直在想着办法要怎样招募更多的新玩家进来。虽然现在还是有在赚钱，但是大多数氪金的玩家，我相信都是一些比较老的玩家，玩了一段时间了。假设这些氪金的玩家离开之后，官方的收入就会逐渐下滑，所以他们还是需要吸引更多的新血进来，利用玩家去吸引更多新的玩家进来，才可以让这个游戏复活。但现在你们也看到了，这个游戏你问我要不要推荐给朋友，啥都没有推荐他进来干嘛玩过这个游戏的玩家都知道，这个游戏就是一个巨坑来的，填不完的坑。他们想要改革，让新手玩家更容易玩这个游戏，但是又改革不成功。万龙觉醒的营收又不如预期，其他的游戏又没有赚这么多钱，所以某个程度上来说，莉莉丝还是很头痛的。不管怎样，今天的影片就暂时讲到这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